你可能会觉得乌克兰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它的国家资产和外国投资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乌克兰是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市场潜力的国家，它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和政治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向你介绍乌克兰的国家资产以及外国投资在乌克兰的背景和影响。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探索这个神秘而迷人的国度，并发现它的机遇和挑战。你可能不知道，乌克兰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面积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总和。它位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与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接壤。它有着多元的地理环境，从黑海沿岸的平原到喀尔巴阡山脉的高峰，再到别列茨基海峡的岛屿。它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农产品、矿产、能源和水资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乌克兰在201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达到537亿美元，排名世界第57位。但是，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的报告，乌克兰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 FDI 流入减少了67%，从48亿美元降至16亿美元。那么，外国投资对乌克兰有什么意义呢？外国投资可以为乌克兰带来什么好处呢？外国投资可以帮助乌克兰提高其生产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外国投资也可以帮助乌克兰改善其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和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公共财务，并提高其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外国投资还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其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沟通，并增加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地位。简而言之，外国投资可以为乌克兰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并促进其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但是，外国投资也不是一个万灵药，它也有其风险和限制。外国投资可能会对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威胁，尤其是在敏感的领域，如能源、通讯、交通等。外国投资也可能会导致乌克兰的资源和市场被外国企业垄断或控制，并影响其本土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外国投资还可能会引起乌克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例如收入差距、贫困、贪腐、犯罪等问题。因此，乌克兰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政策框架和监管机制，以确保外国投资符合其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并最大化其正面效益，同时最小化其负面影响。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南千水，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包括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并且能够激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这是一个共同成长和探索的空间，我们一起开始吧。你知道最近有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乌克兰政府竟然把国家的资产无偿转给了一家叫贝莱德的公司，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来给你详细解释一下。贝莱德公司是一家美国的投资管理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管理住超过9万亿美元的资产。你没听错，就是9万亿。这个数字比中国的 GDP 还要高，相当于全世界所有人的钱都被他管了一半。那么，贝莱德公司是谁创立的呢？它的背后又有谁在控制呢？这就要说到一个人，他叫劳伦斯·芬克 （Lawrence Fink）， 他是贝莱德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之一。他不仅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还和许多国家领导人有私交，甚至被称为世界的影子领导人。那么，为什么乌克兰政府要把国家资产无偿转给贝莱德公司呢？这就要从乌克兰的历史说起了。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1991年苏联解体后，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它的政治和经济一直不稳定，受到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夹击和干涉。2014年，乌克兰发生了一场亲西方的革命，推翻了亲俄罗斯的总统，引发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和东部地区的武装干预。自那以后，乌克兰就陷入了战争和动乱之中，国家财政困难，社会民生困苦。在这种情况下，贝莱德公司出现了，他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了一个计划，称可以帮助乌克兰重建国家和改善民生。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做新经济战略 New Economic Strategy， 它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贝莱德公司将接管乌克兰所有的公共资产和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能源、交通、通讯、教育、卫生等等。贝莱德公司将对这些资产进行重组和改革，提高效率和收益。贝莱德公司将把这些资产的部分收益分配给乌克兰政府和人民，作为社会福利和发展基金。贝莱德公司将帮助乌克兰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包括税收、货币、贸易、外交等等。贝莱德公司将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对抗俄罗斯的威胁和干涉。这个计划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乌克兰政府要把国家资产无偿转给贝莱德公司，并且放弃对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相当于把乌克兰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外国公司，让它成为了贝莱德公司的殖民地。你可能会觉得这太荒谬了，乌克兰政府怎么会同意这样的计划呢？难道他们不爱国吗？难道他们不担心被贝莱德公司剥削和控制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贝莱德公司的真实目的吗？其实，乌克兰政府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不同的派系和利益集团组成的。有些人是亲美的，有些人是亲俄的，有些人是亲欧的，有些人是亲自己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没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贝莱德公司就利用了他们的弱点和贪婪，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贿赂、威胁、诱惑、洗脑等等，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个计划，并且在国会中通过了相关的法案。这就是乌克兰国家资产无偿转给贝莱德公司的事件的背景。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呢？你认为贝莱德公司是真心想帮助乌克兰，还是有其他隐藏的目的呢？你认为乌克兰人民会怎么反应呢？你认为这件事情会对世界局势有什么影响呢？我希望你能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也可以留言讨论。泽连斯基签署的协议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这对乌克兰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可能让你感到困惑和不安，但别担心，我来帮你解释一下。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总统，他在2021年4月与俄罗斯的普京签署了一份协议，称为顿巴斯协议。这份协议的目的是结束乌克兰东部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7年，造成了超过1万人的死亡和数百万人的流离失所。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吗？终于可以和平了吗？其实不然，这份协议被许多人批评为叛国和投降，因为它让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影响力大增，而削弱了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具体来说，这份协议要求乌克兰承认东部的2个分离主义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特殊地位，并给予他们广泛的自治权，恢复与这些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联系，并取消对他们的制裁，举行当地选举，并承认其结果，撤回所有在边界上的武装力量，并将边界控制权交给俄罗斯。你可能会问，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同意这些条件呢？他不是爱国吗？他不是曾经承诺要保卫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吗？他不是曾经是一个喜剧演员吗？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悲剧角色呢？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他被俄罗斯勒索或收买了，他被西方国家施压或说服了，他被自己的顾问或盟友出卖或欺骗了，他被自己的良心或理智困扰或动摇了，他被自己的野心或恐惧驱使或控制了。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一个好的理由。这份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它可能导致乌克兰东部的分裂和混乱，乌克兰西部的反抗和暴动，乌克兰中央的动摇和失信，乌克兰国际的孤立和遗弃，乌克兰未来的危机和威胁。这就是泽连斯基签署的协议的故事，一个诡异的故事。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你相信这个故事吗？你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吗？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你知道乌克兰有什么吗？不，我不是在问你它的首都是哪里，或者它的国旗是什么颜色。我是在问你，乌克兰有什么让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公司之一贝莱德公司想要把它并吞的东西？答案是黑土和矿藏。黑土是一种非常肥沃的土壤，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乌克兰有全球最大的黑土面积，占了它的60%以上。这意味着乌克兰可以生产大量的粮食，甚至出口到其他国家。
贝莱德公司就是想要控制这个巨大的粮食市场，所以他一直在试图收购乌克兰的农场和土地。矿藏是指地下埋藏的各种有用的金属和矿物。乌克兰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包括铁、锰、铀、镁、铜、镍、铅、锌等等。这些矿藏可以用来制造各种产品，从汽车到电子设备。贝莱德公司也想要占据这个庞大的矿业市场，所以他一直在试图获得乌克兰的矿业许可和开采权。你可能会问，贝莱德公司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它不是只是一个农业公司吗？怎么能够涉足矿业呢？这就是故事中最阴谋的部分了。贝莱德公司其实不只是一个农业公司，它还是一个金融巨头，拥有数千亿美元的资产。它可以利用它的金钱和影响力来收买或者威胁乌克兰的政府和企业，让他们屈服于它的意志。贝莱德公司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它的私人军队。是的，你没听错，贝莱德公司有自己的私人军队，由数千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可以执行各种任务，从保护贝莱德公司的利益到对付贝莱德公司的敌人。贝莱德公司甚至可以用这些士兵来发动战争，如果需要的话。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像是一部科幻小说或者电影，但这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乌克兰的黑土和矿藏不只是自然资源，它们也是权力和利益的象征。贝莱德公司想要把这些资源都揽入自己的囊中，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乌克兰的人民和政府能否抵抗贝莱德公司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土和财富，这是一个未知的故事结局。我们只能祈祷乌克兰能够胜利，贝莱德公司能够败北，正义能够得到伸张。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犹太人会在乌克兰设置定居点？难道他们不是应该在以色列吗？其实这里有一个悬疑的故事。犹太人在乌克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他们被迫离开西欧，寻找一个新的家园。他们在乌克兰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并且与当地的斯拉夫人和鞑靼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成为异地絮语。但是这个和平的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在19世纪和20世纪，犹太人遭遇了无数的迫害和屠杀，尤其是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许多犹太人被杀害或者被驱逐到集中营，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二战结束后，大部分的犹太人选择离开乌克兰，移民到以色列或者其他国家。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却决定留下来，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他们认为这里是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他们有权利住在这里。他们也希望能够与当地的社区和平共处，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些犹太人在乌克兰设置定居点的原因。他们不是来占领或者挑衅，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安静的家。这对当地社区有什么影响呢？其实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外来者，不属于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怀疑他们的动机，认为他们是受到某种神秘势力的控制。有些人可能会恐惧他们的不同，觉得他们是一种威胁。但是也有些人可能会欣赏他们的勇气，尊重他们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会好奇他们的文化，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有些人可能会喜欢他们的幽默，想要跟他们做朋友。其实我觉得后者才是更好的态度，因为我相信不管我们来自哪里，不管我们信仰什么，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有共同的情感和理想。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去聆听和理解彼此，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差异之处。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和美好的世界。你不觉得吗？你知道什么是共济会吗？它是一个神秘的组织，据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隐藏的目的。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善良的慈善团体，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邪恶的秘密社会。不管你相信哪一种，你都不能否认它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共济会在俄乌战争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与贝莱德集团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事件的发展。那么共济会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有些人认为共济会是幕后的黑手，利用贝莱德集团这个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来操控金融市场和政治局势。贝莱德集团不仅持有大量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债券和股票，还有许多共济会成员在其高层管理职位上，例如其创始人之一劳伦斯·芬克 （Lawrence Fink）。
有些人甚至认为贝莱德集团是共济会的前身，因为它的名字含有 BLD 3个字母，分别代表 Brotherhood of Light and Darkness， 光明与黑暗的兄弟会。这些人认为共济会利用贝莱德集团来影响俄乌战争事件的发展，既可以从中牟利，又可以推动其隐藏的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计划。他们指出，共济会通过贝莱德集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施加金融压力和制裁，迫使他们屈服于西方势力。同时，他们也通过贝莱德集团对美国和欧盟提供资金和支持，让他们对抗俄罗斯的挑衅和侵略。他们还通过贝莱德集团对北约提供情报和建议，让他们能够有效地部署军事力量和策略。这些人认为，共济会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一体化，并由其控制和统治。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阴谋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荒谬的故事，没有任何证据和逻辑。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当做一部惊悚小说或电影来欣赏。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让你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和不信任。不管你有什么感受，我希望你能够保持一颗开放和好奇的心，并自己去寻找真相和答案，因为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亲爱的观众，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乌克兰国家资产的现状和未来，以及外国投资者在其中的角色和影响。我们发现，乌克兰国家资产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领域，需要外国投资者有平衡和充分了解的观点，才能做出明智和负责任的决策。我们也看到，外国投资者不仅可以从乌克兰国家资产中获得收益，还可以为乌克兰的发展和民主化做出贡献。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乌克兰国家资产并不是一个简单和安全的游戏场。在这里，你可能会遇到各种诡异的情节，比如被黑客入侵、被政府查封、被竞争对手暗算、被民众抗议等等。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才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生存和成功。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资乌克兰国家资产，你最好先做好功课，了解清楚你要面对的风险和机会，并且准备好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你也要保持一颗开放和友好的心，尊重乌克兰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你才能在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度中找到你的幸福和成功。最后，我要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并且从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在此之前，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有一天，一个美国人去乌克兰旅游，他想要买一些纪念品。他走进一家商店，看到了一些漂亮的木质手工品。他问老板，这些都是用什么木头做的？老板回答，这些都是用我们国家最珍贵的木头做的，核反应堆木头。美国人惊讶地说，核反应堆木头？那是什么？老板解释说，就是在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爆炸后被放射性污染了的木头，它们非常罕见和珍贵，而且还有特殊的功能。美国人好奇地问，什么功能？老板说，比如说，如果你把它放在房间里，它就会发光；如果你把它放在床上，它就会发热；如果你把它放在厕所里，它就会杀死细菌。美国人听了非常感兴趣，就问老板，那这些木头要多少钱？老板说，一个100美元。美国人说，那太贵了，我买不起。老板说，没关系，我给你打个折，一个50美元。美国人说，还是太贵了，我只能买一个。老板说，好吧，那你就买一个吧，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谢谢大家，下次见。